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严惠慈议员、林志宇主任、尹乃菁小姐、柯志恩委员、罗志祥委员、徐巧芯委员、张延廷将军。好，美国参议院很惊险，通过有大而美法案 ，Big Beautiful Bill 啊。川普呢，川普很会形容。川普呢说，7月4号美国国庆日之前应该送到白宫啊，因为还要到众议院去啊。但是这次的投票很惊险啊，为什么呢？50对50。对。哦，本来在参议院里面，共和党53个，民主党47个，3个共和党跑票啊，跑到民主党那边，所以变50变50。那美国制度很奇怪了哈，副总统是参议院的议长，参议院议长是副总统，所以呢，当两边票平的时候，就主席要下来投票，所以才变成51比50。哦，我们觉得很奇怪，这100个参议员怎么投出101票呢？好，那么他这个法案大而美呢，到最后可能让美国的国债增加3.3兆美元。哦，那但是川普说，美国要迈向黄金时代。我们不但上面有金琼，我们还有黄金遍地啊！哦，美国迈入一个黄金时代。好，最有趣的是他跟马斯克这2个人实在太有趣了。马斯克在川普选举的时候捐了他3亿美金，哦，然后帮他去搞一个这个政府效率部啊，哦，然后呢5月离开了啊，哦，又吵了。马斯克说这什么大而美，根本就是一个这个钱坑法案哦！你们这些共和党的议员，谁支持这个法案？到选举的时候，我派人给你选，把你拉下来，而且我要去组织一个新的党，共和党哦，共和党这个党，共和党要改名叫猪头党哦，他们讲话很难听，猪头党哦。川普说哦，你就这样骂我哈，我补助你多少钱？你的什么 SpaceX， 你的什么电动车，我补助你多少钱？这个政府效率部去查一下，我们到底给他多少钱，都把它拿回来。告诉你，马斯克到时候死无葬身之地，把你驱逐出境，回南非去吧。南非的移民之子，还这边扯来扯去，回南非啊，2个吵成这样子哈。那 Tesla、SpaceX 我们都要把你切断补助哈。那川普就说，这个政府效率部是一头怪物，咬谁都不知道，将来会回过头来把马斯克跟你吃掉。我们看一下。The Vice President votes in the affirmative. The bill as amended is passed. 这是连政治影集都很罕见的情节。美国副总统范斯投下关键一票，打破参议院50-50僵局，宣布川普的大而美预算案过关。参院还破纪录长达24小时马拉松表决，接下来送众院表决恐怕更困难。So this whole thing is, I don't know what to call it. It's a show. 反对力道最大的就是老朋友马斯克，扬言成立新政党美国党来对抗川普。Musk is upset because he says there's too much spending. Elon's very upset that the EV mandate is going to be terminated. And you know what? When you look at it, not everybody wants an electric car. 大而美砍到了电动车补助，打到马斯克痛点，又增加移民执法预算。马斯克又是南非移民，川普甚至考虑驱逐马斯克。I don't know. I think we'll have to take a look. We might have to put Doge on Elon. You know what Doge is? Doge is the monster that might have to go back and eat Elon. Wouldn't that be terrible? 宛如8点档情节，川普要拿马斯克曾经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来找他算账。马斯克在 X 发文毫不客气回呛，根本是滥用权力。好吧，这个川普骂马斯克骂得很难听哈。骂他什么？这个如果没有政府给他补助啊，什么他就完了，类似这样，要把你删掉。马斯克回很简单，删。我这个真的在说，全部都删掉，现在就删啊，哦，已经到了互相放话、赌气放话的地步了哈。来这。那个 Musk 应该是 Trump 现在应该认为他应该是杂质，好不好？那下一次就要骂他是杂质，这样子我们台湾跟美国就可以互相来做一个回应啊。不过他们2个会吵架，早就在我们那时候讨论，当 Musk 已经变成是 Trump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这边预测嘛？2个人都这么要有自己的想法，一定会吵架，只是不晓得他们会吵得这么难听，而且这么快速，真的是这么难看。所以以前大家就认为说只有看 Trump 一个人在演戏，现在要多增加一个，已经2个主角互
相对远啊。所以其实美国的媒体目前来说，其实收视率都还蛮好的。那其实 Musk 他其实讲的也没有错，这个大而美的方案当中啊，真的会让美国负债，而且他特别去强调，在一些有关于像是地热、电池、风力、核能计划这种税率增加的部分里面，他根本就认为 Trump 在乱搞。那他这也是就会让美国整个会进入到一个这个无底的一个黑洞。所以其实蛮多人会认为说，因为 Musk 他也是一个相对于 Trump 那个比较是房地产的投机，那这个马斯克他自己是创业，所以他在这个精准的这个预算的层面上面，其实看的是比较深，也比较去远。只是他们过去两个不能说是狼狈为奸了，因为毕竟两个在一起有彼此共同的一些为美国的利益来去做。但是你不要看哦，虽然两个骂得很厉害，但是你看看，等一下我们要讨论一个 Rubio 里面所提到的 USAID 那个。他们还是要把它废除掉。那这个是那个 Musk 他在当任的这个时候，把他已经延续60年的这个发展署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把它弄掉。所以那时候也是引起哗然，大家就认为说，过去美国他们就认为他们是世界里面最强大的，所以他们对于开发中的国家，他们不管在文化，不管在任何教育上面，一定要给予他们能够步向这个民主的一个路途。你看他们现在即使两个吵得不可开交，但是他们还是在相关的一些法案，特别是对于投资，然后减少援助，然后在很多的地方上面还是有某种的共和点。所以你说，即使这个马斯克被赶了出去之后呢，但是呢，你要相信，只要这些共同的这个利益，如果又能够结合在一起，可能在不久我们都还没有闪过身，以为两个已经背道而驰的时候，搞不好就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已经特别提到的，马斯克他为什么还是会有点妥协，原因是他的 Tesla 好不好？股票已经一路下跌了，而且的确得到非常多联邦的一个补助，也的确在 X Space 他也的确是拿了美国很多政府的钱，还有包括他的这个 Bitcoin 这些东西。所以你说他会真的跟 Trump 来做一个这样子的完全是决裂吗？大家都不这么认为，应该还是会在利益又会站在一起，只是不晓得什么时候而已。不过马斯克拿到补助其实是拜登时候给他的补助，对，因为拜登是要发展绿能、发展电动车，所以要多少预算在美国要做很多那个电动车的充电桩啊等等之类的哈。所以呢，所以对拜登来讲呢，我给你那么多钱，你还去帮这个川普，还给他3亿美金。那现在呢，马斯克说要放弃到火星去殖民了啊，因为他上次这个爆炸了哈，他的这个火箭爆炸，所以呢，他觉得现在到火星大概不太可能。而且他说，我到火星就要逃避地球这些政治，但现在我就算成功登陆火星，美国这些政治也会跟着我上去哈。所以呢，现在呢，他可能无处可去了，因为川普要把他赶回南非，南非现在是黑人掌权啊。哦，他们这种白人等于是被扫地出门的，然后呢，火星又上不去，美国要把他赶走，马斯克一定想说，我到底招谁惹谁了？我当时为了你这个川普捐那么多钱给你，然后搞一个这个政府效率部大砍预算、大砍人事，搞得怨声载道，得罪一堆人，然后呢，大家去找我的这个特斯拉出气、喷漆啊、轮胎戳破等等，特斯拉股价也下跌，销路也下跌，弄了个半天。就你现在呢，还这样要删减我预算，要把我赶走，马斯克真的一定想得很后悔了。来，志强，民不与官斗哈，要看马斯克是不是也打破这个规律啦。因为说实在话，马斯克的企业啊，受到那个美国政府很大的一个补贴，所以川普为什么那么有底气啊？就直接跟你叫板对阵啊。但是我倒是觉得马斯克因为这个性也是很难预测哈，他搞不好真的搞一个美国党哈，开始跟川普来搞起啊，也是有可能。他也很有能力耶，对，而且对他又有能力，然后又有这个资源也够哈。他不需要当选，他只要挖你一些票你就垮了。对，那这个其实就跟台湾政治大家可以理解啦，就是说他今天只要在共和党里面，他针对共和党他今天下手的话，他也不用自己当选。他的美国党哈，只要参战能够让共和党席次下降的话，那他就是他的牵制力。所以我觉得川普跟马斯克之间彼此现在的相互的那个校正哈，其实都还是没有把完全的底牌摊出来。那最后到底打到什么程度？不过因为川普他今天的主政的风格，坦白讲就是每天惊奇不断嘛。好，他今天的朋友，明天的敌人，明天的敌人，后天的朋友。说真的，像刚刚讲说，搞不好川普跟马斯克哪天又合在一起，你也不知道啊。因为川普就是他的最大的不变，就是天天在变嘛。但是有些东西，你看现在川普这个所谓的大而美法案哈，其实还是有他一系列的主要的一个思维逻辑在里面。他就是非常排斥移民呐，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包括边境安全，包括要把移民排除，都是要这个以庞大的预算来做基底哈，来展现他的决心来去做这件事。但这个事情做其实已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今天已经美国是烽火燎原了。你今天碰触到，因为移民到美国，它其实已经是几十年累积下来的一个问题。那即便是有非法移民在里面，它跟社区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当你用这么强的力量要进去排除的时候，你看洛杉矶的状况就一塌糊涂。那你慢慢衍生到其他的地方，所以美国现在在川普主政之下，说真的，是他们美国建国以来，我觉得是变数最大的一个总统，他内外的变局都很大，内部国政的那个民主内战正在开始，那对外的话，你看也是烽火连天啊，这个俄乌战争一天之内要把它平息也没平息嘛，那现在那个以色列跟伊朗之间那个问题也还没解决，那再加上台海的问题也要够他伤脑筋，所以美国现在的状况，坦白讲，我觉得是多事之秋了。川普也是移民之子啊。川普是德国移民来的，上次德国什么总理到美国访问，对不对？就带了一个川普的好像祖父还是曾祖父的，当时呢德国的一个户籍，说我要给川普看，表示你不要忘本啦，你是从德国去的啊。那我觉得马斯克最气的是什么？就是说你叫我砍人，我砍了半天也是不是就砍了几千亿美金的这个开支？川普这个大二美法案啊，要替美国增加3兆3千亿美金的支出，他现在是砍绿能啦。砍这个什么这个社会福利，砍医疗保险，增加国防，增加边境的这个墙边境的防卫然后呢减税然后呢这个讨好一般的民众等等所以他其实不但没有这个减少政府开支，还增加了3.3兆。所以马斯克当然很气嘛，你叫我搞了个半天，你还增加那些开支，我做坏人，你在那边做好人，我干什么？就要再回来。好，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在华盛顿召开了4方安全会议的这个外长会议，哪4方？印度外长、澳洲外长、美国国务卿、日本外相4个，说为了要对抗大陆的影响力，主要呢希望供应链有稀土的赶快开发，我们不要都靠着大陆的稀土啊。那另外呢，因为川普已经延了90天关税，所以7月9号大限逼近，没几天了，剩1个礼拜，白宫传出来说要缩减谈判规模。因为很多国家还没谈呐，那几个主要国家也没谈成，唯一谈成一个好像就是英国，血浓于水啊，对不对？10%英国也算是最先谈成，其他的都还没谈成。日本也顽抗啊，韩国也没谈成啊。那台湾当然已经还没谈就已经弃甲役兵了。好了，我台积电去投资啦，然后我这个汇率涨了10几%啦，已经自己这个等于是放宽了自己把这个条件都已经放松了但其他大部分人其实都没有谈好啊，所以怎么办呢？那川普当然讲没谈好，我就写一个信给你，20%、30%、40%、50%，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这只是讲，到时候还是要谈的那所以呢，一方面想把谈判规模赶快缩小，也不要搞那么多，最后呢可能就是10%然后有些就加一点那另外呢，日本川普说日本You are spoiled， 你被我们惯坏了所以呢，日本有没有可能不减反加？现在都不知道现在是这样说，因为呢说日本税率可能上看30%到35%，本来台湾32%，日本是24%那现在呢有可能在增加，为什么呢？川普说你又不买我的美国米日本人对那个米多讲究啊，日本那个饭多好吃啊，对不对？买美国米，美国那种大农区的米，对不对？这怎么比啊？所以呢。这个日本也不是没买，有买了，1年买了35万吨，那美国人不够嘛，要叫他再买那日本呢就说我怎么样都不会牺牲我农业的这个保护，怎么样都不会牺牲我农民的这个权益所以日本坚持不肯。那另外川普说你1年销我几百万的汽车都不买我的汽车所以呢这2个，一方面叫你买我汽车，一方面呢要买我的汽车，一方面买我的米那另外呢，川普也骂这个鲍尔。笨蛋该降息不降而且应该降很多。台湾都只有2点多%，你这个美国还有这个4.5%所以不行要降叫那鲍尔是说你怪我，如果不是你关税什么搞的这个不上不下，大家人心惶惶，我早就降息了。就是你关税，他说现在虽然物价没有上涨太多，因为
进口商在2月都已经把货囤起来了，所以现在卖的是2月前的低关税的货，甚至无关税的货。等到将来就看6月以后就看得到了，关税效应就显现了。我是在帮你的，川普，你搞清楚你到时候通货膨胀高了，看你怎么办？你减税减半天也没用啊！我是帮你，不识好歹，你还骂我哦。所以呢，这个鲍尔就反击，这是你的关税嘛？这被你骂了半天，我这忍耐不跟你计较，你以为你什么东西啊？哦，然后呢，这个 USAID 美国这个援助署要被废掉了，说呢，卢比欧说要变成国务院的一环。哦，说这个 USAID 呢，美国这个援助所以国际开发总署了哈，他说现在没有效率了，哦，对外面呢这个效率很低了。啊，我们国务院还戴一个丝绒手套，戴一个白手套，对不对？去干涉人家，将来我们就赤手空拳直接来了，不要戴手套了。这讲的也很直接哦，自己来了哦。以后呢，贸易优先哦，要重视机会，不要依赖投资取代援助哦，所以不要这么老是援助那个啊。说这么多年来已经支出了7150亿美元，这个 USAID 全世界有了1万个员工，台湾也有哦，台湾其实也有哦，什么好像什么黑熊都有帮助的，什么博洋没有帮助哈，4000万，我们都有给他们钱哦，所以呢，现在美国这个国务卿已经说不要，我们自己来，不需要透过你们哈，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跨美日印澳4国外长在华府举行第2次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没有直接提到对中国的关切，但表示跨在经济与安全的合作上应该少点空谈，多点行动。强调他关注的重点是关键矿产的供应链。And there are many topics that we can work on and focus on. One that I've personally been very focused on is diversifying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of critical minerals, not just access to the raw material. But also access to the ability to process and refine it to usable material. It's critical for all technologies and for all industries across the board. And so having a diverse and reliable global supply chain of these is just one example. 印度和日本外长则是没点名的，含蓄表达对抗中国的立场。We're all committed to ensur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To that end, our endeavors are devoted to promoting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また、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の実現のために、地域諸国にひ益する今後の協力などについてしっかりと意見交換したいと思います。联合声明关切东海及南海局势，重申强烈反对任何企图以武力或胁迫片面改变现状的行动，并且严重关切具挑衅及危险的行为，尤其是在南海使用水炮冲撞或阻挡。跨外长也宣布将聚焦4大领域，强化海上与跨国安全、经济繁荣与安全、关键与新兴技术及人道援助与灾害应变。4位外长公开谈话以合作为主，双边分歧都没有谈到。韩乃金。这个跨的从一开始到现在，他本来就是希望说能够在亚太这边弄一个小北约哈，但是因为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包括印度的利益啦，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利益谈不拢哈，所以说他一直就变成是一个对话平台哈。然后现在呢 ，Rubio 呢就更进一步的把他说，他只是要就在做于资源上面的资源上面的稀土的这个掌握，你就可以知道说，在这次的中美的有关于关税和贸易的谈判对抗之中，中国用这个管制这个稀土出口，的确是掐到了美国的7寸哈。你没有中国独特的技术淬炼提炼出来的这个稀土，你的国防工业、你的军工产业、你的汽车的，你通通都制造不了哈。但是呢，他现在说要结合澳洲、印度、日本这些来成立一个掌握这个矿产这个供应链，稀土的这个供应链，它是做不到的哈。世界上呢，不是只有中国有稀土，但是呢，只有中国呢，它经过了，其实已经有长达在改革开放。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前的时候，因为中国的一位呢科学家，也是从美国回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科学家，他提炼出他用一个萃取的一个技术能够把这个稀土呢提炼出来，然后呢中国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努力，把这个稀土里面的这些成分呢单独提炼，并且最重要的是，它把它产业化了。所以说，它比如说它所制造出来的这些的磁铁它就可以供汽车工业来使用，然后什么东西呢就可以来供应军工产业来使用。你这些国家呢没有这方面的技术而且包括呢萃取提炼呢，那个是非常高污染的
一个行业哈。中国早期呢，在这方面呢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然后那时候呢，稀土呢开采出来之后呢，也有很多什么走私啊、盗卖啊。然后就惩罚了很多的官员啊，一步一步的呢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而且呢，他的管制哈，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哈，它在于有关于环境保护哈，还以及对于不当使用上面，它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限制。但是呢，你光这些国家，你没有中国的这样的技术，你就做不到。好，你们在签什么多大的一个协议呢？然后要去掌握这个稀土的供应链，你要做到，可能也得等到10年、20年之后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 Rubio 呢，今天呢强调就是说他们要去撤掉了USAID 哈，然后呢未来的他的这个援助呢，就说啊，我不是要给你鱼吃啊，我给你钓鱼的方法。它这个呢，就是有点在转移哈 USAID 它的成立的目的。USAID 不是一个不是一个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底下不问政治目的的一个无偿援助，不是的。他从一开始这个成立60年来的组织的时候，他从一开始成立就是国务院以及要符合他们的国家安全的个政策，他要扶助的是这些开发中的国家，这些呢符合你美国价值标准的，就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嘛的民主的这些国家，所以我再去援助你的时候呢，它就是有附带条件的啊，它就是你要这些的国家的组织呢，你就是要支持美国啊，支持美国的立场，然后呢，在跟这个铁幕哈，在跟这个共产这个主义国家在抗争的过程之中，它也透过这个 USAID 就支持了很多像什么拉丁美洲啦，或是很多的这些的政权啊，然后呢。然后我们的沈伯洋就是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啊，然后在乌克兰的地方也是如此啊，他结合这个索罗斯的这个开放基金，他就去再去支持这个乌克兰的什么橘色革命啊，然后沈伯洋他们拿了他们的大笔的这个经费，就来去操作这个反中的这些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戏码嘛哈。那他今天呢为什么不能忍受呢？他举了很清楚的例子，他说呢，你们这些呢国家呢拿了我们这么多钱哈，1991年以来，美方投入了1650亿美元的援助给这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结果你2023年联合国表决里面只有29%的非洲国家支持美国的立场，然后呢砸了890亿美元支持呢寥寥就是寥寥可数嘛，所以我这些钱呢就是泡在水里面了，所以我现在呢反过来我要看准你这些国家，你拿了我的钱，你得支持美国，所以哪是没有援助目的，就是一个充满援助目的的一个 USAID， 所以马斯克把它裁掉了是有道理的。哪位是？我想7月份这个全世界人都在关心各种的国际新闻尤其是美国发生的事情。那从7月份开始要陆续要谈这个关税谈判有没有结果，然后看到7月份这个联准会有没有更新的讯息。那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大而美法案接下来到底在这个众议院投票结果如何？那我们看到。美国的立场，他从过去担任世界警察，逐步要转成他要独善其身。那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其实目前相关讯息是有一些混乱的。他想要对抗中国，好，那但是他又发现说，他除了对抗中国，那他还是要把其他国家一起纳进来，一起联合起来。那可是，比如说他跟各国之间又采取这个关税的对抗，这个其实在讯息上面其实是有一些不一致那又看到就说，这个 USAID 现在说要这个可能要暂停、要暂缓。那确实从2战之后，美国一直担任这种不管是文化输出、大国稳定的这样的角色。即便现在大家对于美国的美元的定位，这个可能是有一点波动，但实务上面，美元依旧是现在世界的霸权。你看人民币即使崛起，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取代美元的霸权地位。那所以，这个美国看到它的政策是有改变，
他是试图想要改变，但是这个中间过程，我觉得可能就会像川普的这个关税的政策一样。有前有后，那可能都是会在不断的修正跟检讨当中。就美国现在还是很强了，这大家都承认了。不管美元、美国，只是说慢慢看起来往下走。哦，那中国人民币呢，本来应该根本排不进去的，现在慢慢用的人比较多，但是比起来还是差很多了哈。但是呢，因为美国主要的原因，我是觉得他自己已经不够强了。他的双赤字，对不对？这个预算赤字，这个贸易赤字，所以他自己不够强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了。他就要考虑说，我的钱是不是用在这个有用的地方？我给你们钱，你们有帮助我。以前是不管的，我反正就给你钱哦，不管基于人道也好，基于我有钱也好，基于我大国也好，现在开始慢慢收。他现在就要以他自己为最重要，其他国家其实都是次要的。休息一下再回来。